有个小伙伴向我请教，想知道该怎么克服赖床的毛病。他说自己每天早上起床都很不情愿，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匆匆赶去公司。我仔细想了想，发现很多人早上起不来的根本原因在于，他们心里很清楚今天会发生什么事，知道自己会经历怎样的感受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已经完全适应了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，对未来没有任何期待。既然如此，自然就不愿意从床上爬起来。毕竟睡住的时候，梦里或许还能有些新鲜的经历。从某种角度看，睡觉甚至比这无聊的现实生活更有趣。不过，如果你回想小时候的情景，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。比如说，如果知道今天要去郊游，或者要去小伙伴家玩游戏，你会特别痛快地从床上跳起来，甚至比鸡鸣还早。因为你心里明白，这一天会有很多有趣的、未知的事情等着你，你能感觉到这一天会过得很充实、很精彩。其实长大以后，我们也应该让自己活出这种状态。如果今天有未知的领域等着你去探索，有未知的风险等着你去面对，还有一些美妙的体验等着你去感受，你肯定不会赖在床上不想起来。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心理学家的研究，里面提到很多人喜欢熬夜的原因，其实是潜意识里不想让第二天到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知道第二天不过是平淡无奇、枯燥乏味的一天，没什么值得期待的。我觉得这个道理放到整个人生层面也说得通。如果你想判断自己的人生有没有意思、有没有价值，可以问问自己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有哪一天是让自己印象深刻的？人生是不是精彩，就看你有多少丰富多彩的回忆。回忆越多，越生动，你就会觉得人生越有滋味。如果一辈子都过得像同一天重复，那真是辜负了生命的意义。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折腾，在于不断去尝试、去经历。经常关注我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我特别喜欢出国旅行，而且每次旅行回来，我都会在公众号上写下很多关于那个国家的见闻和感想。我这么做的原因，并不是单纯因为我对风景、美食、建筑或者人文有多深的兴趣，而是因为我喜欢那种共鸣的感觉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有人经常在影片平台上分享瑞士的美景，说那是地球上最顶级的自然风光，是这辈子一定要去的地方。我听到这话，立刻就能明白他的意思，因为我去过瑞士，那里的景色确实让人震撼。又比如，新闻里报道英国或者日本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也能马上感同身受，因为我在那两个国家都生活过挺长时间。这种共鸣带来的体验特别美妙，让我觉得自己的经历和见识有了意义。总的来说，如果你去过的地方足够多，经历过的事情足够丰富，那么在以后的人生里，哪怕一个很小的细节，也可能勾起一段美好的回忆。这只是旅行带来的好处之一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喜欢旅行也没关系，只要你喜欢折腾，喜欢玩车、玩表，或者热衷于创业、开店，都可以让你在一年里经历的事情比别人一辈子还多。每天都会碰到各种稀奇古怪的事，生活自然就变得有趣起来。也许当时你会觉得这些经历有点烦人，甚至有点累，但多年以后再回想起来，这些都会变成让人会心一笑的故事。其实，赖床这个问题，说到底还是跟生活的状态有关。如果每天醒来都觉得没什么值得期待的，那当然起不来。可如果你的生活充满了可能性，每天都有新鲜感，那你自然会迫不及待地开始新的一天。我有个朋友，他是个特别爱折腾的人，平时喜欢研究各种新鲜东西，比如组装电脑、改装自行车，甚至还尝试过自己酿酒。他跟我说，每天早上醒来，他脑子里想的不是又要上班了，而是今天能搞定那个零件吗？或者这次酿的酒会不会更好喝？结果呢，他几乎从不赖床，因为他知道每一天都有点不一样的东西在等着他。再来说说旅行的魅力吧。我每次出国都会尽量让自己沉浸在当地的生活里，而不是走马观花的拍照打卡。比如在意大利的时候，
我住在一个小村庄，跟着当地人学做手工意大利面，每天早上还能闻到面包房飘来的香味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都特别期待起床，因为我知道这一天会有新的味道、新的故事等着我。后来回国以后，每次吃到意大利面，我都会想起那个村庄，想起那些热情的村民。这种回忆带来的满足感，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当然，旅行只是丰富生活的一种方式。如果你不喜欢出门，也可以选择其他让自己兴奋的事情。比如，有人喜欢钻研厨艺，每天琢磨怎么把一道菜做得更好；有人喜欢跑步，每天挑战自己的速度和耐力。这些事不一定非要花很多钱，也不一定非要走很远，但它们都能让你的生活多一些色彩，多一些期待。只要你愿意去尝试，生活就不会变成一潭死水。其实，人跟人之间的差别，有时候就在于愿不愿意给自己找点事做。有的人觉得生活无聊，就整天滑手机、打游戏，把时间混过去；有的人却总在琢磨怎么让每一天过得不一样。我有个同事，他特别喜欢摄影，每个周末都会背着相机出去拍点东西，哪怕只是街边的一棵树、一只流浪猫，他都能拍出很有感觉的照片。他说，摄影让他学会了观察生活，也让他每天都多了一点期待。后来，他还把这些照片整理成册，送给了朋友，大家都觉得特别有意思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多说几句关于回忆的事。人生走到最后，能留下的东西不多，金钱会花完，房子会老旧，但回忆是永远属于你的。那些精彩的瞬间，那些让你笑过、哭过、激动过的时刻，才是你活过的证明。我有个老朋友，年纪比我大不少，他以前是个生意人，年轻时忙着赚钱，后来赚了不少，但身体也垮了。退休以后，他开始学画画，每天画点小东西，山水、花草，甚至家里的老狗。他跟我说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年轻时赚的那些钱早就没感觉了，反而是最近几年画的这些画，让他觉得人生挺值。所以啊，如果你现在也有赖床的问题，不妨想想，是不是因为生活太单调了？试着给自己找点新鲜的事做吧，哪怕是从小处开始。比如，明天早上给自己冲杯不一样的咖啡，或者出门走条没走过的路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生活其实可以很有趣，只要你愿意动起来。只要每天都有点小期待，赖床这件事自然就解决了。毕竟，谁会舍得赖在床上，错过一个精彩的日子呢？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